大国工匠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我们要把职业教育搞好，要树立工匠精神。当代职业教育的发展，中国应该如何以自身的实践走出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道路？在国家的人才培养战略当中，职业教育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到今天，应该在世界职业教育体系里面，它应该占了一席之地的。特别是深圳这样的改革开放城市，以深职大为代表的，构建了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了。因为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这是一个要服务这个人的终身全面发展。第二个要更好的服务产业发展。2013年，党的第18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出要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这指明了今后一个时期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发展的目标、途径和任务。从2013年到2024年，中国职业教育发展走上提质培优、增值赋能的快车道。目前，中国已经建成世界规模最大职业教育体系，培养了一大批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我们政府在职业教育上愿意投入大量的资源，培养高技能的人才，也为我们的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支撑，然后也为我们年轻人创造一个进入产业的这样一个比较好的机会。所以说，我觉得是看了学校之后也是感到非常振奋。刘老师啊，看深职院升级为深职大，已经变为本科了。那您觉得这个对于深圳、对于中国未来的职业教育释放了什么样的信息？意味着什么？如果是纯粹从职业专科升为本科的，它是第一所。深职院一直是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领头羊，也是标杆，不单是对深圳乃至整个中国的职业教育也是具有很大影响的。因为深圳大家很清楚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是先行示范区，这不单是赋予深圳这样的一个使命，同时它要起引领和示范作用，所以我感觉非常有意义。我们也非常希望通过深职院升为本科以后，后边的一些职业教育它有个合理的梯队，去构建起来合理一个教育叫结构，去推动。我知道我们国家有一个计划，就是到2025年的时候，职业本科的招生规模要达到不低于高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的10%。李老师，您长期研究中国的职业教育，您觉得这个当中释放了什么信息？国家在过去的10多年里，持续地进行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主要呢，我的理解呢是呼应我们民众对于更高学历、更高的这样一个学历层次的一个需求和诉求。与此同时呢，国家也强调我们这样一个职业教育的类型的这样一个定位，也还是希望保持它仍然是强调它是职业教育，然后培养技术技能型的人才。确实是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说，或者对于学生来说，好像职业学校似乎是那些学习不好、考不上大学，甚至是后进生，给他贴上了这些不太好的标签。为什么长期以来有这样的一些偏见？是以我们职业教育的主体的学校，它其实还是发展的不够充分的。职业院校这个层次里面是有很多孩子，他也很有上进心的，学习也很用功的，并不是说所有的学生都没有读书，这也是一种偏见。整个社会对职业教育它的思维定势，现在是已经市场经济发展了那么多年了，经济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了，那产业结构调整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结构了。这种情况下，它是需要很多的技术技能人才，包括未来20+8产业集群的构建，深职院也好，深信息也好，它就是契合深圳的产业来培养人才了。所以存在的偏见，我认为作为一个职业教育工作者，更多的是要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高自身的人才培养质量，这是最根本的。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江苏，近几年我们中考录取分数线当中，通过职业教育升学，比如说中职升到本科的这样一个贯通途径的分数线，它就已经高于部分高中。上海比如说是相当于是区级，在江苏省可能是市级重点高中的分数线。那这个时候明显就可以
表明的是什么？至少有一部分家长他认为我孩子的成绩是可以考上普通重点高中分数，但是呢，我仍然选择去通过职业教育升学的这样一个路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职业教育的这个声望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在慢慢的，可能不为大家所知的慢慢的在变化。确实，我们很多人都在讨论有关学历，还有这个技能到底是孰轻孰重。王老师怎么来看？作为一个老师，我特别渴望的有一个大的改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价值观一定要变，不管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他们都应该得到相应的尊重。因为我以前在工厂工作过，我发现我们单位的很多那种很核心的技术员做不出来，但是那些很有经验的工人能够突破他。如果没有文凭的话，你是没办法往上走的。但事实上，那种很有经验的人，他在技术上面的突破，他不见得比很有理论的人差。实践出真知的。国家所向，湾区所需，深圳所能，是深圳深化教育改革、构建世界一流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目标。在这个过程当中，深圳一直坚持没有职业教育现代化就没有产业现代化的理念。深化科技创新和职业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建立市场需求导向的育人体系、产业牵引的专业体系和教育支撑的科研体系。深圳职业教育如何与深圳产业优势相互助力，引领中国职业教育由工业化向智能化加速迈进？据2023年披露的数据，深圳有职业院校33所，在校生16.09万人。其中有11所技工院校与1261家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与亚马逊、华为、比亚迪等64家世界500强企业共建特色学院，主要涉及智能制造、创意设计、新一代信息技术等6个专业群，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保持在98%以上。据统计，截至2023年底，深圳技能人才总量402.3万人，约占就业人口的1/3。占全市人才规模总量的60%，高技能人才约153.39万人，占技能人才比例提升至38%。高技能人才成为深圳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生力军。深圳，中国科技创新前沿，这里大厂林立，小巨人丛生，产业根基深厚，具有打造世界一流职业教育的独特优势。如今，深圳各职业院校、技工院校与华为、平安科技、比亚迪等世界500强或行业龙头企业紧密合作，建设一批特色产业学院，对接人工智能、5G、物联网、智能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专业。加大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和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力度，实施6个共同，即共同建设高水平专业，共同开发课程标准，共同打造师资团队，共同设立研发中心，共同开发高端认证证书，共同走出。年就业，我们的求人倍率是11:1，也就是11个岗位。
学校啊有一个机制，就是每一位老师每一年都要去调研1到2家企业，这个在我们学校叫前期大调研。总而言之，就是要将企业的最新的技术引入到课程当中来。深圳重视技能，社会崇尚技能。深圳方案。2019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方案开篇提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2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这是我国中央政府对职业教育地位最明确的表述。对于这样的表述，各位如何解读？其实对家长来说，也相当于吃了一颗定心丸。但现在国家明确的规定，职业院校和普通本科它是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我觉得像这些后顾之忧以后都不会有，就是职业院校的孩子一样的可以考公务员，在单位上的是包括职称评审哦，他都不会说因为你是来自于职业院校就会受到什么样的限制。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怎么样推动大众也获得这个共识，让他们更坚定的相信这一点，这个就只能慢慢来。习近平在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要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那请教一下各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跟传统相比有什么样的不同？我国现在的这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情况如何呢？一个从自身体系来说，以前是中等职业教育，后来有了高等职业教育，现在有了本科层次教育，它体系已经构建起来了。第二个，它的人才培养模式发生了变化。就以前我们的高等教育一味的就在课堂里面，就像今天的课室里面，他培养的学生的。现在的强调的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让企业、让行业进来。深圳为什么职业教育有生命力啊？首先，它第一个，它的产业是非常领先的，它要一直处于领先位置。它现在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所以它有今天的那么大的体量。职业教育功不可没。其实2020年的时候，国家教育部呢就支持深圳建设这个职业教育的改革试点。在这一方面，我们深圳的职业学校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去教授的这个空间去做？我们要从事教育理论研究的人很清楚的，教育培养、人才培养，它有相对的滞后性。对，它不是说你今天有的这个产业、有的这个类型，比如说现在马上人才可以培养的，它是相对滞后的。但是职业教育它是契合产业的，颁布以后我设专业，你企业过来，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我直接顶岗实习到你那里去，乃至我给你订单培养，来解决它的适应性问题。职业教育最终的导向呢，就是企业生产和就业啊。您觉得深圳在这方面的优势是什么？为什么深圳能够成为全国职业教育的这个代言人？深圳的产业本身的先进性，它是引领性的，它有一大批在国内非常领先的企业，他们具有很强的研发实力，他们的制造的能力实力很强然后企业发展情况也比较稳定。那这样一些企业，它首先源自它自己对于高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在这里。另外一个维度不容忽视的，也有我们深圳地方政府的重视和这个大力的投入，通过资金、通过师资、通过专业建设、内涵发展等多种多样的途径，然后给予了高职院校很大力的支持。那么高水平的职业教育深圳模式可以复制吗？但我觉得是一个好的这个发展或者高质量的发展，它既有一些共性的特征，比如说我们强调产业的这些东西，政府的支持，同时它也应该是有地方性的、有地方特色的就是它是应当适应这个地方的
经济社会的发展，适应这个地方的产业，以及包括我们这个地方民众老百姓的这样一个他对于教育的期望，他的这样一个偏好的。还有一个因地制宜的问题。德国职业教育全球领先，中国职业教育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向德国职业教育学习了很多优秀的经验。但是国情不同，我们以深圳为例，那深圳积极探索职业教育发展的深圳模式，逐步构建起适合深圳的双元育人模式。未来我们应该如何结合中国特色，打造世界一流职业教育体系，让中国的职业教育和世界职业教育平视对话？德国职业教育被认为是德国经济腾飞的翅膀，其中双元制更是被称为德国职业教育的秘密武器。所谓双元，一元指职业学校，另一元就是指培训企业。德国双元制是将课堂学习和工作实践紧密结合，既让企业能按需培养未来员工，也让学生能在培训后对口就业。接受这种职业教育的学生要与培训企业签订合同，部分时间在校学习理论知识，部分时间在企业当学徒，把课堂知识应用于实践。早在2017年，深圳就开始布局打造一流国际化职业教育体系。当年，深圳与德国巴伐利亚签署了一系列职业教育合作协议，协议涵盖职业院校教师培训、职业教育研究、合作办学等内容，标志着享誉全球的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在深圳正式落地。深圳卫视记者跟随深圳学生走进德国，深入了解职业教育内核。伴随着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政策的出台，对许多普通家庭和学生而言，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继续在传统的赛道上按照过去的逻辑进行竞争，不一定能够在竞争中胜出。伴随着职业教育升学路径的逐步打通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正在有更多的学生主动选择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也正在变得更有吸引力。这可能会反过来推动基础教育的改革，缓解激烈的教育竞争和内卷，逐渐形成更加良性的教育生态。其实，作为德国制造业这个重要基石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呢，备受世界推崇。深圳的职业教育如何借鉴世界先进职业教育理念，结合自身优势，走出具有深圳特色的职业发展之路呢？现在我们探索出了就符合深圳实际或者中国实际的一种新的一种双元制，能又对接深圳自身产业发展，要从经济社会发展这里面找位置、找定位，是应该在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需求方面的这个维度去找定位。以前我在大学里面啊做过副校长，分管学员工作的副校长。我当时有个理念，以学生为中心。首先，学生是你的 products， 是你的产品。第二个 ，customer， 客户。第三个 ，partners， 是你的合作伙伴。PCP 的工作理念。所以你这里面呢，一个学校啊，如果是能在以学生为中心去推动人才培养的质量的提升，满足他们的需求，包括家长的需求，这样的职业教育就有一个大的一个发展了。虽然这很重要啊，但是最终你说，企业也好，企业为主体也好，学校为主体也好，最终落到的是学生。李老师听了这个刘校长的这个讲述之后，你有什么感想？我们中国也好，然后尤其我们具体到咱们深圳也好，咱们的产业、咱们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土壤，以及咱们的民众的教育的偏好，都有，包括法律法规和制度，都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我们一方面我们要借鉴学习别人做得好的方面，我们要去消化、去理解、去吸收。但是消化、理解、吸收之后，不是照搬别人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要不然就水土不服了。对，很容易水土不服。德国的双元制的这种教育模式啊，吸引力确实在逐渐的减弱，当中包含几个因素，就是对于未来职业的这种发展的预测，包括收入的潜力，还有这个职业形象的问题，这些因素在影响啊。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深圳啊能够借鉴到什么样的经验，或者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要使这个双元制真的更好的落地在
一个开放城市里面，扶持的力度很重要的，政策推动很重要。比如说我参与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我今天给你开一个飞机修理专业，我就真飞机设一个实训室。李老师，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的职业教育应该怎么做才能跟得上这个形势的发展？作为一个整个职业教育的参与主体，它要做对于产业人才有更好的预先的研判和分析。所以这个里面我们涉及到，比如说有一些专业性的内容，比如说所谓的职业能力的岗位能力的分析预判，这个里面需要做好。然后以此为基础，这里面肯定不只是我们职业院校的工作，我们对产业的分析、对产业的了解，它不能仅仅是院校在做，这个东西是需要社会的力量支持的，同时也要有一些我们自己守得住的东西。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涉及到，一方面很根本的，当然是我们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但与此同时，刚才老师也提到了啊，守正。这个正到底怎么守？怎么来守护住这些学生的精神家园？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面对的，我们培养的是学生嘛，而且又是年轻人。但年轻人在整个成长的过程中间，他除了技能方面的知识结构方面的，他还有精神成人这个层面。精神成人的话，他就是要大量的人文的东西来滋养他的。就是这个孩子，他是要有一个过程是滋养他的。不是说我培养他的胳膊很有力量、很强大，我就一个人就是那个胳膊特别大，或者那个腿特别粗。综合素养里面是2·8定律的，就让一个人能成长、能成才、能成功，他2·8定律里面，你综合专业知识可能只占2，横向的占80%。所以这里面呢，我感觉80%里面，其实我们可能不能说是有多少缺失，但是至少还是存在有短板之处。这方面的人文素养还是有差距的。讲我们上下5000年的历史，我们的学生，你想高职院校还是有差距吧？类似这些必须加强。这些孩子确实需要去把他下面的8拓展，为今后终身学习、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这样的人，我们培养就是这产品，就是一个能为经济社会发展、为自身负责的一个优良品，这个基座才会非常的牢。而且更重要的是，基座是看不见的，就像冰山，就是水面下的那一部分是看不见的，恰好是需要我们付出的。